古代皇帝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，为什么还要设立专门的三法司？众所周知，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非常之大，一言九鼎，可以说他掌握着天下人的生杀与夺权力。那既然皇帝可以一言决生死，为什么朝廷还要设立三法司呢？首先来说，这全国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皇帝再有权力，还能亲自管理每一件事情吗？皇帝再有能力，一天也只有24小时，不能事事的亲力亲为，他怎么能够亲自审讯每一件案件呢？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律法，大部分普通的案件由三法司处理，只有极少数重大案件可能由皇帝亲自督办。皇帝的这个职位就决定了他的任务就是用人，而三法司就是具体办事的，是皇帝治理国家的工具。古代皇帝的权力确实非常大，当然除了个别傀儡皇帝之外，但有的时候还真没有到能一言决人生死的地步。皇帝的确是在进行专制统治，但是国家大事还是要跟丞相以及大臣商量着来的。皇帝的权力虽然大，但是一般情况之下，他是不可以随便的处决他人性命的。尤其是在明清两朝，以明朝皇帝为例，皇帝的决策是要经过内阁6部旁观讨论，达成统一意见之后再给皇帝看，如果不满意呢，就打回去让他们再考虑，满意之后则交给翰林院的人进行润色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篇文，最后再交给皇帝御览，确认整篇圣旨无误之后，交给掌印太监用玉玺盖章，再移交给内阁6部旁观用印。这一整套流程下来才具备法律效应呢。而即使是这一整套的流程都走完了，有的时候下发给下面官员时，有可能也会被官员拒绝执行。这种事情大多发生在战场上，主将倚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拒绝。当然这个可是有风险的，大家想想看，如果皇帝的命令你执行了，就算打败仗也没什么，但是你如果不执行皇帝的命令，就算赢了也没有什么褒奖，那输了呢，可就惨喽。不过自秦朝到清末这段几千年的历史上，昏君暴君那么多，总会有一些皇帝会任用那些奸佞小人，占据各个权重部门，这个时候的昏君才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，否则就不可能会有什么皇帝想杀谁就杀谁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。所以但凡皇帝脑子没坏，都不会破坏这个规矩，把那些忠臣贤良全都换成谄媚之人，让自己想干啥就干啥，想咋样就咋样。因为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了，这类人最后的下场都不咋地。其实三法司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工具，如果皇帝随意的开他的金口，那就会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，反而会加重社会矛盾。所以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，他还是少开口少说话的好啊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